哎呦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绿色健康频道。上期呢，我们讲了一个中国版的《肖申克监狱》，所谓的中国越狱之王李洪涛，涛哥。不过他的故事好像有点水分，对吧？懂的都懂。那么今天呢，我们整点 real 的真实版的《肖申克监狱》，不仅挖地道，甚至利用假人头蒙骗狱警，逃出了堪称密不透风的恶魔岛监狱。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今天就来学习一下越狱技巧，说不定下次你也能用到哦。在遥远的米国旧金山湾有一座小岛，这座岛大概9万平方米，距离旧金山海岸2公里左右，四面环海，水流强劲，鲨鱼成群，交通不便，可以说提供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理想环境。正因如此，1934年，联邦政府在此地建立了一所监狱。在之后的30多年里，这里一共关押了超过1500名犯人，其中大部分都是臭名昭著的重刑犯。这些人想要逃跑，独自游到对岸是难上加难的。被关到这里的人，相当于进了地狱。恶魔岛这个名字由此传开，虽然听上去这里固若金汤，毫无逃生希望，但是还是有那么一些疯批怪人曾利用骚操作试图越狱。从建造之初，这里一共发生了14起越狱事件，共涉及36名犯人，其中23人被追回，6人被杀，2人淹死，5人失踪。而在这5人里面，有3个被认为是成功越狱的，这也是恶魔岛有史以来唯一成功的越狱事件。那么，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本期故事的参赛选手弗兰克，35岁，是一名孤儿，11岁时被父母抛弃，青年时犯下多起抢劫、盗窃和贩毒等罪行，被抓进监狱后还试图越狱，最后被关进了恶魔岛。这个人啊，是越狱事件的发起者之一，技能满分。根据当时的智商检测，他的智力高达133，超过了98%的人口，妥妥的大聪明。约翰和克拉伦斯这2人是一对兄弟，分别是32岁和31岁。他们出生于农民家庭，而长大后为了捞快钱开始犯罪，同样有多次越狱记录，最后被送到了恶魔岛。艾伦33岁，职业盗贼，他一生中被逮捕了20多次，也尝试过越狱，最后被送到了恶魔岛。在这4人之中，他是被关在这里最久的，被关了5年，跟这位艾伦一样，十分向往海的那边自由。其他人都是在1960到61年被送到恶魔岛的。可以发现，这4人都有过丰富的越狱经验。在来到恶魔岛之前，他们已经在其他监狱相互认识了。而且非常巧合的是，这4个人来到恶魔岛后，竟然被分配到了相邻的牢房里。这么说了，属实是上帝的眷顾了。这回想不合作都不行了。1961年12月，由弗兰克带头的这个小队开始制定他们的越狱计划。那么首先怎么逃呢？这就是他们逃出牢房的关键。每个牢房长2.7米，宽1.5米，高2米。除了配备床、书桌、洗漱盆和马桶外，就啥也没有了。而就在这个洗漱盆下方有一个通风管道，长23厘米，宽15厘米。只要把这个洞口打开拓宽，就可以轻易逃到外面去。什么？你问我为什么要在牢房里搞个这么大的洞口？因为这是米国啊，不搞这么大的洞口怎么呼吸啊？那么有了初步的逃跑路线，第2步就是挖掘了。监狱里能进行挖掘的工具很少。一开始他们在牢房外找到了一些废弃的旧锯片，之后又在石潭里偷勺子和其他厨具进行挖掘。由于监狱墙壁已经建造了数十年，且被海水海风严重腐蚀，因此用这些简易的工具也能破坏墙壁，把洞口扩大。但这几个小玩意挖鼻孔都费劲，效率太慢了。他们需要一些神器。这几个人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部真空吸尘器，然后把马达拆除，改装成了一把电钻，拆船效率直接拉满。但是问题来了，你不可能拿着电钻嗡嗡嗡打洞，对吧？狱警听到了不把你干趴在地上。这时候就轮到大聪明弗兰克出场了。每天晚上，囚犯们都有1小时的时间来阅读书籍或练习乐器，这段时间非常重要，是他们为数不多能行动的机会。弗兰克会在此期间拿起手风琴开演唱会，疯狂奏乐，疯狂舞。在各种噪音的攻击之下，狱警很难发现囚犯们在干什么。其余3人趁着这样嘈杂的环境，每天进行1小时的挖掘。假如有狱警经过他们的牢房，他们就会用跟墙壁相同颜色的纸板把洞遮起来，因此他们的洞从来没有被发现。花了数月时间，他们终于把通风管道扩大打通了。通风管道的后面是一段0.9米宽的通道，这里没有人进来。他们从这里爬到了牢房区上方的空层，建立了一个秘密基地。4个人经常聚在这里讨论他们的下一步计划，如何逃出监狱，以及如何渡过2公里的海域。游泳显然是不行的，唯一的办法只能坐船过去。可是哪里来船呢？正所谓风一动手，
正所谓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没有自己造不就完了吗？大聪明弗兰克在监狱里看到过一本叫《大众机械》的杂志，里面刊登过一篇关于如何制造充气阀的文章。于是根据教程，他们偷来了50多件雨衣和材料，利用通风管道的热蒸汽融化粘合，把其拼接在一起，制成了一艘长4米、宽1.8米的充气皮筏。再用木板打造了几把简易船桨。这艘人力皮筏艇就是带领他们冲向自由的远征号。到底能不能行呢？没有人知道。反正搏一搏，鼠头变鸭脖。那么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如何躲开狱警的巡查呢？这个就更加史无前例，脑洞大开了。他们利用肥皂、牙膏和卫生纸的粘合物捏成了一个假人头，然后再撒上一点理发店偷来的头发，做成了这么一个栩栩如生的小可爱，把它放到枕头上，将衣服毛巾塞进被子里，假扮身体，背对着铁门假装睡觉。一个是真是假的替身使者就出现了。这么大胆的想法不知道哪个大聪明想的，我只能说绝子。当然假人没有回应，所以也有被狱警发现的风险。我严重怀疑他们在逃跑之前就已经自身模拟过了，就是当狱警叫他们的时候，他们假装熟睡故意不回应，这样等狱警适应了这种状态就不会产生疑心呢。那么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干就完了。1962年6月11日夜晚，4个人把替身死者放到床上，然后穿过通风管道，带上充气皮筏，准备越狱。然后就在此时，有一人出意外了。由于艾伦牢房的通风口有点不结实，所以他前几天用水泥加固了一下，结果现在这些水泥硬化了，通风口尺寸变小导致他没法及时出去。等他把水泥弄掉，打算逃跑时发现其他人早就忘了，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队友们离去。这种感觉就像你即将进考场高考的时候，发现准考证丢了进不去，就这么操蛋。逃跑的3人带着皮筏，沿着通风井爬到屋顶上。当他们冲出井口时，警卫听到了一声巨响，但他们没有调查声音来源。3人从屋顶沿着通风管滑到地面，翻过3.7米的铁丝网，在一个探照灯和警卫无法发现的盲点藏起来，然后利用拖来的手风琴给皮筏充气。当天晚上10点之后，他们登上了皮筏，离开了恶魔岛。期间有狱警来查房，看到他们一动不动，以为熟睡了，便离开。第二天早晨，狱警又来查房，但不管怎么叫都没有回应。他们打开铁门走进去，拉下被子一看，Oh fuck！ 狱警们直接瞳孔地震。What is that? What the fuck is that? 3个活生生的人直接变成了3个小可爱人头。他们很快意识到大的要来了，环顾四周，发现通风口有被打开的痕迹，这才发现这3个逼是从这里逃跑的。他们立刻封锁了全岛，对3个越狱者进行全面搜索。然而，经过了10多天的海陆空搜寻后，他们毛也找不到。根据对越狱失败者艾伦的审问，他们原本是计划乘坐皮筏前往附近有人居住的天使岛，随后偷车逃跑。但这3个人是否顺利逃出去了，他们是生是死无从知晓。几天后，有警卫在天使岛上发现了漂浮的船桨和钱包，钱包上有其中一位越狱者亲友的姓名和照片。一周后，又有人在旧金山的海滩上发现了雨衣碎片和一件救生衣，除此之外就没有发现任何物证了。经过种种的证据分析联邦调查局认为这些个人物品是他们的唯一财产，不可能扔掉。这3人在到达大陆之前可能已经淹死了，不过他们却没有发现任何人类残骸，所以他们到底有没有淹死了？懂的都懂。其实也不是说没发现尸体吧，在1个月后，有一艘船在金门大桥附近发现了一具浮尸。关于该尸体的尸检报告有不同的答案，有人说这是一位跳桥自杀的面包师，有人说他是越狱的逃犯之一，也有说法表示1个月后尸体仍在海上漂浮的可能性不大。随后 FBI 也表达了他们的观点，虽然理论上这些人可能到达天使岛，但他们在海湾湍流和冰冷的海水中存活下来的几率微乎其微。所以答案是什么呢？以当时的角度来看，官方认为他们已经淹死了。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更替，这个说法开始遭到质疑。2003年，一个名叫《流言终结者》的节目相信大家都听过对吧？测试了乘坐皮筏逃离岛屿的可能性。他们使用了跟越狱者相同材料和工具制造的皮筏，结果发现是可能的。另外，有研究员对他们的逃跑路线做了计算机模拟，得出结论：如果在晚上11点到午夜这段时间下船，那么他们就可能躲开潮汐和洋流，有机会顺利到达海岸。实际上，FBI 对此事的判断也是非常模糊的。他们对这起越狱事件调查了17年，最终于1979年关闭了档案。调查结果认为3个越狱者因为体温过低已经溺亡，他们的尸体被卷入了大海中。然而，他们却并没有取消逮捕令。这
这说明他们也不敢100%确定。而且在之后的数年里，相关的线索还在不断涌出。比如2011年，国家地理的一部纪录片指出，在越狱当晚，有一辆蓝色轿车被3个神秘男子偷走了，但警方当时对此事进行了掩盖。还有1962年越狱之后，约翰和克拉伦斯两兄弟的家人偶尔会收到匿名发送的明信片、留言或电话，虽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但他们怀疑这是本人发的。另外，就是两兄弟的父亲去世之后，有2个化着浓妆的陌生人来到了葬礼上，他们在棺材前看了几分钟，然后流泪离开了。其中比较有看头的是这张照片，这是两兄弟的一位从小认识的朋友拍的。这位朋友说，他于1975年在巴西遇到了两兄弟，他们在当地经营着一个农场。不过这位朋友曾经是一名毒贩，而警方不信他的说法。而且照片里的人戴着墨镜，留着胡子，鬼都看不出来是谁。什么？你说 AI？确实哦，如今人脸技术这么发达，而不知道哪天南希人就被换脸成剧一主角了。2020年，有一家机构利用 AI 人脸识别技术对照片进行了分析，最后得出结论，照片里的人确实是越狱犯两兄弟。不过对此警方没有做出任何回应。最后的线索来自于2013年。FBI 收到了一封声称是约翰本人寄的信，信中说他今年83岁，身体不好，得了癌症。他的兄弟在2011年死了，弗兰克也在2005年死了。如果警方在电视上承诺让他入狱不超过1年，并且帮他治疗，他就会告诉自己的确切位置。FBI 对这封信的笔迹、指纹和 DNA 进行了验证，但是尚无结论。所以总的来说，官方对于这起越狱事件的结论还是没变，而且对于这3个越狱者的逮捕令仍然生效。他们说，只有这些人证实被逮捕、死亡或自首，又或者年满99岁，逮捕令才会撤销，而到时将会是2030年了。那么现在他们几岁了？有人模拟出了他们老年后的照片。活到现在的话，都已超过90岁了，而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7岁，所以有可能他们已经节哀顺变了。顺带一提在越狱事件发生的1年后，也就是1963年，这所恶魔岛监狱就被迫关闭了，不知道跟他们有没有关系。官方说是因为运营成本过高以及监狱设施腐蚀严重才关闭的。后来这里被改造成了著名的旅游景点，监狱里的设施都被完整保留了下来，还有当年的案发现场，任何人都可以进来感受越狱场景，学习越狱技巧。下一个在监狱里追梦的人，可能就是我了。好的，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点赞关注，谁能看片不迷路。这是你的男朋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